你还做哪个啊，老娘？你还做哪个？不然呀，啊，在休息。休息。你走哪去了哇？走哪去了呀？赶他妈！赶场啊！你住在这里呢？你一个人住在上面吗？我就坐在上面噻。不是，你要有几个人呢？这不是我个人啊，那个前年也去做工去了。哦。路边看到一个大爷，他去赶集回来，然后他说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到家，从这个山这里走过去。我也想跟他一起走上去看一下他从这里走过去，然后再从这个峡谷走上去。这里是往上拉的电线。我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房子，他不会是住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吧？这些土地都是你做的吗？你还做那么多土地啊？哎呦，都是原来共产党你那个分也出了嘛你分了好多啊？10多吗？10多亩啊？还可以。啊，这个房子就是你住的是吧？啊，正好得干儿是吧？这些土地都是大爷自己做的。这边是放的哪个嘛？这边是放的哪个？堆草草些了嘛？这边堆草草哈。中间的堆草草。啊，等于就拿这个砖来，弄的一杆儿哈。你这儿还安有监控啊？嗯。我也。好。他们安这个监控的意思就是怕你，不舒服是吧？他认为有人了，俺监控的要了。哦，你好大年纪呢？7、80岁了。80岁嘞。嗯。你几个小孩呢？啊？几个小孩呢？我家啊，我家也是6个，4个女娃，1个男孩。哦，是你自己要在这里住？哦。看跟他们住起好一点。哎，没意思。那有了几十岁，有了上风干嘛，他会逃下来，他就逃不下来。这是个人做到自力更生，个人做到自力更生，耍钱就算的。应该让他成为教导师，方汉说事，他会晓得，他会脱不下来。你自己煮饭吃？啊，自己煮饭吃。啊，监控意思，你家小孩给你安的？应该监控。哦，那他还是注意你的安危的嘛，因为怕还是担心嘛，7、80岁的。是啊。他有那个事的话，他随时都看得到了嘛。看得到。哦，你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点土地，哎，然后种的土去了。自己够生活就行。啊，自己安排生活。在他们拿钱给你免？钱每一年每次3年没拿的了。也要拿点钱哈。反正喊你去你也不去。我感觉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哈。待不下去啊！你去过没得呢？去过。去过的。可我做2天没就转了。做2天都遭不住啊。做不习惯，搞地方就乱做。你以前的房子应该不是在这点是吧？是在这点吗？搞上面在这条上面是有房子的。你在这都有房子啊？有啊。哦。那下去修了，咋今年的？你也不恰点住？那他们把房子修来在这里面，你啷个不恰点住啊？没嘛是做的。你还不是做？这事情不就活人搁上面做，有活人搁上面做，没搁这多余些了。哦。你这个还好点，最起码你在这儿做土地可以住来这点。对。不做土地的又住在寨子里面去。哎，那你这个还挺好。做活人搁这做的把也吃了，不做活了不在搁上面做。
对对对，还挺好的。啊，好像这个国家就做不习惯，那就再不习惯。家里这就做惯了。啊，还是家里习惯哈。这做不习惯。这些做的本来空气好的。这一空气又好。这空气比国家就漂亮。那是。这都在我们贵州啊，哪儿的空气都好，贵阳也好。反正相对来说还是农村的空气好的。空气好了。你像大花园老年这些，他走路都抽拐棍，他不也空气呢？违反空气。你那早晨要咋是起早吃着那空气又没，那没好的那空气咋从走路坐到那活路了，走拐。哎，你让他在山里面来做活儿，他真做不了。就到做活了，你成天给他出去挖都挖那样出去挖，是脚沾地气了嘛？是脚不沾地气，做起船要把他做到那活路了。你这个观点还是对的。再干点活络，沾点地气。沾地气。你不但是几十岁了，人家7年的家屋里待了个把星期，所以脚都会走路都会飘一飘就去。这种。那我走了，老人家走了。没做好了嘛？不做了，我下去还走底下。那我走了哈。好，你慢慢走了。好。我跟你们说，山里面的老人呢，大多数都是不太愿意去城市的。就像这个老人家80岁了，自己在这里种了4、5亩地，然后他这个房子呢，也是他儿子跟他弄在这里的，因为他老是在这里来做土地嘛。老是爬来爬去的不方便，寨子在山上，那就在这里做一个房子呢，就方便他在这里来做土地临时居住。如果不干活的时候呢，他又回到山顶寨子上去。其实你看像这样的老人，他就是宁愿住在山里面，他不愿意去跟子女待在这个城市哈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住在这里，空气又好，又接地气，是吧？还能干活，挺好的。那你搬到城里面去的话，说实话，你有个伤风感冒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年轻的都在这个上班嘛，所以他讲这个也有道理的。然后他的这个房子边上呢，也是他儿子跟他装了一个摄像头，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他自己也能及时的发现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老人喜欢在山里住，你就应该让他在山里，不能就是一定要求他到城里面去住，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哈。朋友们，如果说你的父母年纪大了，自己一定要住在山里面，你们会强烈要求他去城里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它这个4合院呢，有大概200多个平方。这里呢是一个院坝，然后过来看一下，中间呢就是天井，两边呢都是房子，3边是房子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进这个4合院的一个大门。那么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。再看一下牛栏猪圈，这里的猪圈是有3间，所以呢，你在这里可以养猪啊、养牛啊都可以。后边这些呢是菜园，这边还有牛圈吧。这边也是猪圈。这里是修好的2间厕所，所以在他这里你可以喂个10来头猪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有2边的猪圈，相当于6间猪圈，每一间你可以喂2个、3个，所以整体的这个硬件设施基本上都是做得很好，然后卫生条件也非常非常好。这个房子呢10来个、20个人住都完全没有问题。你这个房子里面总的有好多间房子啊？
总的设计可能有13、14间吧。有13、14间房子。13、14间房子，基本上，住个10几个人都没得问题的。没得问题。我们进他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呀，这个里面挺干净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外面这个房子全部都有这个阳台的，而且可以出来站在这个阳台上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它也挂了很多的风箱，也可以在这里养蜜蜂，所以这里能够利用起来的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。这边就是2排猪圈，这个是厕所、洗澡的地方，就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弄好的。自己改造的话也花不了太多的钱，就可以把这里改造很好。这是睡觉的房间，这个呢叫做谷仓啊，以前呢可以用来这个装粮食的。这房间里面也非常非常干净了，这个吊脚楼里面，这里是主人回来偶尔住一下的。你看还有衣柜是吧？哇，都有房间。这就是外面的这一栋房子，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整个四合院和那边的猪圈呢都带给大家看了哈，然后蒋哥的意思呢也讲得很清楚了。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里有几种的模式。第一种呢就是养生养老或者夏季避暑的人呢，可以来住他这个房子，因为他说的这个价格呢也不贵，对吧？第二种呢就是你来这里发展这个产业，它有700多亩的荒山，有20多亩的这个方竹经济林嘛，然后还有20-30亩的这个土地，所以发展产业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水源也不缺，是吧？有山有水，然后公路呢也是通到家门口，虽然说路窄一点吧，大概有10多公里的4米宽的一个路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离这个汇川区沙湾镇呢是大概20公里，离这个板桥镇呢也是差不多20公里。其实用我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房子流转30多万，我觉得是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子有3栋，对吧？3栋的话，大概占地是200多平米，然后有6间的猪圈。你比如说你要养猪的话，你随便可以养10几头，猪圈都不用建了，就所有东西都建好了。而且我到他这个房间里面去转了一圈之后，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有。比如说床全部都给你装好了，然后每间屋子都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。你们可以想一下哈，一年养个10几头猪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周边的这些土地，你可以去种植一点菜啊、这个草啊等等啊，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开始他说要转让呢，我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只适合那种就是要做产业的人，但是我来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呢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一家人想住在农村来发展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，因为靠他周围的这个资源，包括他的那些牛栏猪圈，其实你都可以创造这个经济的收入。坐在这里一年，收入个10来万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做点养殖，然后他的这个山上的经济林方竹每年也可以就是收成个几万块钱，只要喜欢这个地方，只要愿意干，我觉得都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几十万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很划算的。冬天在这里晒一下太阳也是挺舒服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里的整体情况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四合院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，也可以私信我哈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四合院。相信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都是记忆犹新啊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四合院的主人呢联系到我，他准备把他的四合院还有700多亩的荒山、20多亩的土地呢一并流转出来。这个可能价格是不便宜的哈。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嘛，所以呢，我也来这里来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主人家他想如何流转出来，这个费用大概是什么样子啊？跟大家了解一下，再把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，包括交通条件，还有整体离镇上的一个路程啊等等，都跟大家做一个汇报。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呢，自己可以来跟这主人家进行联系哈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，他已经在家里面等我们了，走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里呢是处在一个峡谷地带哈，公路呢也是通到了家门口。这个周边这些房子呢，其实都是没有人居住的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破旧不堪，只有它的那个四合院的房子呢会非常非常漂亮，因为它一直都是在经常回来打理它的这个四合院，所以这个整片呢就他一家还在这里偶尔回来一下，其他的房子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。所以如果喜欢清静的朋友，或者说要搞一点什么产业发展的，这个地方就会非常非常好。上面那里呢就是四合院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四合院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主人蒋哥。哎，蒋哥，你说的你这个准备整体转让，你是哪个想法呀？我没想在这个地方安家了，总得看好点得到几个钱，菜卖的，得到做代卖。欢迎那种是有钱的那种养老啊。如果是短租也可以3-5年的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他要种土地啊，这些投入什么设业什么也有也可以。3年地他要啷个利也可以。你的家种了好多亩啊？我家有20多30亩吧。土地。土地的话，3年有7-8万。像你们家3年那么多，有7-8万亩啊？那你这个房子后面的山基本上都是你的哦？后边那些大房有8多亩，整片都是。你个人呢？那你这个房子，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讲的有你姑姑的一份了嘛？是现在你全部都只能做主吗？我能做主的来的。你这边不是有方卷是吗？你像你的邻居里面有大概有好多亩是方卷的？我有20亩吧。都有20亩方卷。那你20亩方卷的话，一年能够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啊？你统计过没啦？如果我个人管理好的话，可能整个7-8万。就是那点20亩方卷采来7-8万也没有问题。主要是这个房子，可以进行长期转给他了，永久性的更好。那你大概心中有个价位点？那些地方干哈？顶多就是按杂本上。杂本啷个意思？成都一般普通那个房子，杂一半，只能办一半。这房子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是很高哈。可能1700，就是顶多就是那个价格。1700。哎，那你这个不少平方，你那200多个平方哎。已经200多个地方。就是我说别人来转了你要了你这个房子的话，这样他可以用下你的3年，是不是？3年的不完全可以，只能是合乎国家政策哈，不要乱砍了。一般都不是的。还要啷个管理这些好。
等于你是想，意思说长期把这个房子拿出来了嘛，就是自己不回来住了嘛。我就是这个。现在我没有打算来那个地方，我原本想打开是4、3年安家啊。你是老菩萨那边的吗？我老婆是。我因为我那边前几年我已经买了一块地，没有确定有钱。我在这儿呢，是养老这些可以，但是我们年轻人家里边带到了也恼火哈。小孩子上学，交通那就不便。你这个房子其实很多人喜欢，可能他们城里面的人哈，你今天讲了这个话之后啊，我觉得很多人会愿意来看哈。因为城里面的人他其实也担心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租房子来改造啊，搞那些搞了之后啊，主人家又反悔啊，啷个。有你这种想法，如果说我会长期留在那，他们就长期留在我就不存在有那样反悔了嘛。对对对。他就是只要政府允许的情况下，他啷个倒槽跟我都没关系的。对对对。其实像城里面人呢，他也不会说给你大动干戈的打造，他也是稍微整一下，然后就这些避暑啊、休闲一下，就是这种意思。然后他可能这个夏天呐，带起自家的娃儿啦这些这儿来是吧？避暑就是这个用途，他们也是。你这就是有几种方向，一个就是这种喜欢养老避暑的，另一种呢就是他要发展产业的也可以，两种人都可以。那发展产业嘛，就可以你几百万的荒场他都可以立起来了嘛。如果他自己养老养生嘛，他就没得必要，他就只要你的房子就行了。所以是两种方案都可以，就看到时候有人喜欢了，看你和他们两个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大方县宇冲乡的游沙河，看一下我身后这里几百米深的大峡谷，有点像那种侏罗纪公园的那种感觉啊，特别的壮观。然后我的正前方呢有一座刀锋的崖壁，上面呢在几百年前就建了一栋寺庙哈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非常的险峻。从这个路爬上来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峰顶。看一下，在这里是不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非常漂亮。那个地方还有人练功，在那儿弄了一把宝剑，石宝剑。整个周围就是这样的。今天这个雾比较大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这个上面就是峰顶了。从景区入口走到这里大概是半个小时，不用太长时间。主要呢就是笔直走爬坡，比较累一点啊。这个就是峰顶的观音寺庙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峰顶。这门好像是关起来的，在这里守庙的这个阿姨今天没有来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就在峰顶寺庙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的环境真的是超级漂亮，有那种侏罗纪公园的感觉。整个中间呢耸立出来一座悬崖孤峰，就像刀片一样的，非常非常的震撼。那么这座孤峰的整个周围呢都是几百米深的大峡谷，然后周边全是那种悬崖峭壁。本来今天来呢是想采访一下这里看观音庙的阿姨，但是遗憾的是今天她不在啊。今天的整个上面呢是云雾缭绕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可以从航拍镜头上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。如果说从这里垂直走下河谷的话，应该有大概是300米的一个高差。哇，你看我们从空中看，一座孤峰耸立在这里，特别特别的壮观和震撼。那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一个智慧啊，在几百年前呢，这里就已经修建了这座观音庙。如果说你们到这里来玩呢，我是建议大家到这里来看一下之后呢，还要到这个河谷底下去看一下，因为真的是特别原生态的一片地方啊，就是我说的有那种侏罗纪公园遗失世界的
那种感觉。对面的崖壁那里呢，还有那个玻璃栈道，包括它这里有索道，你可以坐到这个峡谷底。你要走路呢，可能大概是1个多小时。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。